河，深沉博大，奔腾激荡。它穿越5400多公里华夏大地，奔流至海，润泽万物。跨过5000多年历史，使百姓同根，万宗同源。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9省区。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青海，黄河的发源地。每年，从这里输出的清洁水源约占黄河全流域的1半。位于青海东部的贵德县，黄河共有76.8公里流经于此。世代逐水草而居，这片山水是任倩多杰家生活的全部。与多数贵德牧民一样，羊群曾是多杰一家生计所系。受人为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青海的生态一度退化，水源涵养能力减退。习近平总书记牵挂于心。2016年8月，他来到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通过视频连线，详细询问三江源的生态资源管护工作。生态保护，这是国家的一个战略性的考虑。中国要发展，我们一定把生态文明建设搞上去。遵循着总书记的嘱托，守护好三江源，保障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能力，成为青海的重要任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增加观测点位，网络实时传输，打造生态环境监管的千里眼。青海省内90%以上国土面积规划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青海设置各类生态保护公益岗位超过14万个。2020年，任倩多杰有了一个新身份——黄河沿岸的生态管护员。如今，任倩多杰家乡的生态正在一天天变好，青海已成为全国唯一河流国考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达到100%的省份。党的18大以来，黄河生态廊道建设日渐完善，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率线持续向西移动，黄河大保护的理念在全流域成为行动。从青藏高原一路向东，黄河流经世界最大的黄土覆盖区，由此改头换面，携带大量泥沙到下游淤积，形成千里悬河。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议1500多次，改道26次，水患所致，生灵涂炭。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位于黄河中下游分界处的郑州，是守护黄河安澜的关键节点。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郑州，走进黄河博物馆，在明代潘季训的河防一览图前，总书记放慢脚步，称赞说：“这个真了不起。”黄河含有大量的泥沙，那么一旦决口改道呢，它是北抵天津，南打江淮，纵横面积可以达到25万平方公里。我们国家从人民治黄以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黄河水沙处理的这种探索。总书记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一天后，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他鲜明指出，黄河水少沙多
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总书记提出来要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体现了人和水、人和沙、人水沙之间的和谐相处。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近年来，黄河水利委员会不断加强游荡性河道整治，推进黄河滩区建设。他们加大科学技术攻关，探索完善新时期水沙调控体系和防洪工程体系，黄河防御大洪水能力迅速提高。近期受华西秋雨的影响，黄河中游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和伊洛河、大汶河同时涨水。2021年，黄河罕见秋汛接连来袭，整个河面都是漂浮物，山沟里冲下来这个什么桌椅板凳，整棵大树都有。因为我们黄河下游居住着上百万的群众，漫滩一次损失是巨大的。2021年9月27日，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1厘米1厘米的抠这个水位下限，基本上这几个水库都用到了极限。船员在港就是24小时随时待命，剩余的人员全部都在大地上。黄河两岸3万余名党员干部群众日夜坚守，小浪底水库蓄水位达到历史极值，黄河干支流多水库联合调度，调水调沙。经过近3个月的齐心奋战，秋汛洪水顺利通过下游河道，平安入海。党的18大以来，沿着总书记提出的新时期治水思路，黄河先后抵御18次编号洪水，续写了地上悬河的治理奇迹。水是生存之本，也是文明之源。万里黄河横贯华夏大地，在长达30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安阳殷墟承载着中华文明古老灿烂的文字记忆。100多年来出土的16万多片甲骨，约4500个单字，将中国信史的源头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从甲骨文之后的3000多年，不管王朝怎么变化，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始终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2019年的那场座谈会上，总书记说，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安阳考察殷墟遗址。他感慨地说，殷墟我向往已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印发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黄河文化保护成为沿线人民的自觉行动，延续数千年的黄河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再次活起来，更加活起来。济南，距黄河入海口最近的省会城市。生活在黄河岸边，于海军见证着济南的蝶变。他和同事们正在参与建设一座未来新城。它的面积与济南主城区相当，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示范区。这对工业城市济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黄河下游重要的工业基地，
过去济南高能耗、高排放产业占比较多，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其实整个济南市来讲，南北发展的空间一直受限，这也是制约济南市近些年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么对于黄河下游来说呢，更多的是要这个拓展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空间。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纲要正式印发，支持济南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的内容赫然列入纲要之中。同年，起步区党工委、管委会正式挂牌成立。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他说，要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于海军和同事们信心满怀，他们走进百姓家里，听取建设意见，与大家共谋新城建设福利。他们学习雄安新区经验，完善规划体系，邀请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现代化企业洽谈入驻。如今，起步区已累计签约160余个高端优质项目，总投资3900多亿元。新能源汽车行业领军企业等项目落地投产。从工业之城到绿色新城，济南正以高质量发展的样貌快速崛起。从一座城市的变迁，看见大河上下的巨变。黄河上游，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正式成立；中游，现代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已进入高台启势的新阶段；下游，出众的港口吞吐力正描画全新入海姿态。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沿黄9省区，他先后2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亲自擘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蓝图。2021年10月20日，在山东考察黄河入海口时，总书记凭栏远眺，感慨地说：“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看看有哪些事儿我们要办好，有哪些事儿必须加快步伐办好。治理好黄河就是其中的一件事。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关心万家冷暖，追寻千年文明，谋划永续发展。黄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深情不变。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